李大人，快，皇上召见。臣李小白叩见圣上。李爱卿，朕命你3月之内，在张掖胭脂山为西域27国使节筹办朝贡盛典，办砸了，唯你是问。西域万国朝贡盛典，这是什么？啊，等等，我不是在公司加班吗？第17版方案。王总您好，啊，是的，马上改，马上改，今晚一定发您。大隋皇帝敕，今授李小白鸿胪赐城。啊，我穿越了！怎么，李爱卿无话可说？圣上，臣有一言：万国盛典关乎国体，非同儿戏。李小白虽有才名，然出身寒门，不通世家礼数，更未涉外邦事务。臣侄苏明自幼研习礼制，于鸿胪寺历练3年，熟谙外邦典仪，此等大事，当则稳妥之人。臣斗胆举荐苏明协理此事，以策万全。李爱卿，苏相说你不通礼制，你怎么说？这可是关乎国体的大事，听说西域27国使节都要来，若办砸了。冷静，李小白，你是做过活动策划的人，这种场面见多了。不就是国际博览会吗？最拿手。圣上，臣已有复案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臣以为，此次盛典不应局限于传统朝贡模式，而应创新，展示我大隋国威，演绎礼乐文化，促进贸易往来的万国博览盛会。万国博览盛会，放肆！祖宗之法岂可变？朝贡就是朝贡，何来展示演绎之说？陛下，此人出身寒门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这等大事交给他，臣等实在放心不下。说得对，不可容忍，完全不能乱了祖宗成规。走了。苏大人息怒，臣绝无乱祖制之意，只是想让远道而来的各国使节更好的观国之光。易经有云：关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关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臣所言之展示，是让各国观我大隋之天文人文；所言之演绎，乃是以礼乐教化四方。所言之贸易，则是让各国感受我大隋富庶，心悦诚服。此非改制，乃是将朝贡之礼发挥到极致。好，好一个观国之光！朕要的正是这等气魄。传旨，拨内库银300万贯，由李小白全权督办胭脂山万国盛会。3月为期，务要振烁古今，微服西域。臣定不负圣恩。叔父，您之前分明说要举荐我主持盛典，怎么让那寒门小子抢了先？哼，生意如天，应征是蠢。银子出得了国库，未必进得了他手。您的意思是，礼部审一致，户部拨银钱，工部见场馆，哪一关不是咱们的人？哼，让他办，若办砸了，罪加一等；若办成了，那银子300万贯，层层验过拔毛，看他拿什么办这场万国盛会。李大人，300万贯是圣上亲批，但按规矩须经吏、礼、兵、刑、工、内库、太府7司会签，方能拨付。7道手续，可圣旨说全权督办。全权督办是您的事儿，走流程是咱们的规矩，规矩一条不少，印章得一个个改。您说呢？
李大人初来乍到，恐不懂规矩。这300万贯从国库到您手上，要经多人之手，每人都要分1杯羹，此乃老祖宗定下的规矩。这不就是现代那个2亿项目，层层转包，最后只剩400万吗？劳烦主事通融，这是一点茶水心意。李大人爽快，既如此，下官便与您算笔明账。吏部何人，立扣1成；礼部审议，立扣1成；兵部调役，立扣半成；刑部备案，立扣半成；工部验财，立扣1成；内库出纳，立扣1成；太府封存，再扣半成。5成半，300万贯，过期到手就只剩135万贯。这还是明账，各司主事的润笔茶水另算。李大人是聪明人呐。苏仆夜那边，您可得单独表表心意，否则后续拨款怕是更难了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苏卫对这差事势在必得，这根本就是一条利益链。七司主事怕是有1半都是苏卫的人。我的敌人从来都不是苏卫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利益集团。鸿胪寺裴举，希望史书没有骗我。300万贯过期到手只剩不到1半，苏卫的人脉比我想的还深。在下裴举奉命协理盛典，李大人有何吩咐？裴举著《西域图记》，通晓27国语言风俗，隋朝第1外交干才。裴主事久仰大名，有你相助，大事可成。大人言重，分内之事，不敢居功。裴主事，我方从户部回来，300万贯拨款要过7司会监，层层抽成。大人出涉朝堂，不知其中门道。这7司主事有5人是苏仆夜举荐。唉，钱还没到手，已被分了1半。这还是明账，暗处的更多。既然正路难走，那就换条路子。裴主事，你来看，传统朝贡无非磕头、赐宴、观舞，花钱多，印象浅。我要办的是沉浸式万国博览会。沉浸式，丝绸、瓷器、铁器分区陈列，各国可设展位，设动线引导，互动体验，贸易洽谈区，让他们亲手摸、亲眼看，当场签。想法倒也缜密，但古无此例。若西域使节不识规矩，闹出丑闻，谁担其责？不是，怎知不行？大隋若只守旧礼，如何化成天下？大人可知，去年高昌使臣因座次不满，当场拂袖而去。外交之事，不在奇巧，而在稳准，不出错。他说的没错，创新是好，但外交无小事。大人，苏仆夜带礼部、工部诸位大人来了，说是要指导盛典筹备。指导？户部刚卡完脖子，他又亲自来了。苏仆夜门生故吏遍布6部，大人方才所遇，不过冰山一角。他若讲理，我奉陪；他若设账，我就用事实砸开这铁桶江山。李大人，老夫听闻你今日去户部领款，颇有微词。下官不敢有微词，只是好奇，300万贯过期到手，何以只剩不到1半？哼，朝廷自有规制，岂是你一个新科进士能妄议的？老夫今日来是奉劝你一句：万国盛会非儿戏之地，莫要为博虚名，坏了祖宗成法。就是，朝贡自有一致，何须逆天之家业？听说你要搞什么博览会，哗众取宠？诸位大人，下官有疑问，朝贡之礼所谓何事？自然为彰天朝威德，令四夷臣服。那敢问，若四夷只见宫殿虚礼，未睹我大隋仓廪之实，百工之巧，市井之盛，他们臣服是天子之威，还是大隋之强？名为邦本，本固邦宁，盛典所费，非为虚事，乃为固本。若因层层克扣而减礼，使外邦误以为我大隋空有其表，
子非节俭，实为自损国威。大人此言，你放肆，巧言令色！你个黄口小儿，竟敢以民本之言行奢靡之实！下官不敢奢靡，只是想问苏普业，那被克扣的150万贯究竟进了谁的口袋？哼！传令户部公布，凡李小白所请款项物料，拖、押、抢，1文钱1根木头，都不许痛快给他。是，遵命。大人今日之言，可算是与苏仆夜撕破脸了。本就没脸可撕。裴主事，你方才说外交之事再稳准不出错，可若连银子都被卡死，稳从何来？夫君回来了。她就是原主的妻子。我不过寒门出身，侥幸通过科举，能娶到清河崔氏之女，实乃三生有幸。夫君无需妄自菲薄。父亲常说，科举制度正是为了选拔真正有才学的人。父亲选中夫君，是看中了夫君的才华与品行，而非那虚妄的门第。崔家如此开明，我更不能辜负。父亲说，时代在变，世家大族若不懂变通，终将没落。科举出身的新贵，才是大隋的未来。我回来了。古代李小白和崔氏成亲3年，感情很好，可我是现代人的灵魂，这……夫君面色不好，可是在朝中遇到了难处？还好，只是事务繁杂。妾身隐秘厨房备好酒菜，夫君先用膳吧。夫君今日倒是少了往日的拘束。这几日事务繁重，有些累了。奴婢该死。没事没事，小心点就好。糟了，古代主仆等级森严，我这反应太现代了。下去吧。是夫人。夫君这几日说话也与往常不太一样。以前夫君总是规规矩矩，引经据典，现在却多了几分洒脱。夫人，妾身不问，只是觉得这样的夫君似乎更真实了些。谢谢你，夫人。相公，圣上交与你3月办万国盛典的事，时间紧迫，可有应对之策？目前已有副稿，但纸上谈兵终觉浅，具体实施还得过2日去张营实地查看。妾身相信，相公定能做到。我会的。这一路的风雪，山河竟如此壮阔。这是？此乃张掖丹霞，以山石五色斑斓，百姓称之为七彩丹霞。七彩丹霞，1400年后的世界遗产，此刻就在我眼前。传闻女娲补天时，将剩余的五彩石洒落于此。鬼斧神工，天地造化。大人，那便是长城了。此乃汉室所筑，用于抵御匈奴，如今仍是边防要塞。汉明长城，汉代的边防线，明代又曾重修，千年戍边史尽在这一砖一土之中。大人请看，每隔10里便有风碎。当年匈奴来犯，狼烟一起，千里传讯。这长城守护的，不只是疆土，更是这条丝路的安宁。好壮观！此乃山丹军马场，自汉武帝时便在此牧养军马，至今已有700余年。大隋铁骑纵横于天下，战马多出于此。结果诸位大人，盛典所需战马可曾备妥？回大人，精选良驹3000匹，
皆是膘肥体壮、日行千里的上等战马，随时可调。山丹军马场，亚洲最大的军马繁育基地，竟有如此悠久的历史。有此良局，大典定能震慑四方。这河西走廊，当真是一步一景。丹霞、长城、军马场，难怪自古便是兵家必争、商贾云集之地。大人，前面就是胭脂山了。这就是盛典的场地。厉大人，这已经是张掖最好的地方了。您看，地方开阔，视野极佳，只要能稍加整修，一定能成大器的。商贾云集，驿站林立，繁华盛景。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哪里繁华了？大人饶命，实在是时间紧迫，小官也是没办法呀。建材已尽数运抵，工匠也已征调待命。若此时另择他处，工期必误，圣上怪罪下来，这……年轮疏松，间距过宽，随心偏移。这是速生杂木，3年就能成材。真正的上等松木，至少要生长10年。账上写着，上等松木5贯一根，这杂木市价不过800文，一根吃掉2/4的差价，这里少说有2000根，光木料一项就摊了8000多贯。大人明鉴，这不是下官，是工部赵监工才买的，小官只是奉命接收。赵监工他人呢？在营地那边。赵监工是苏仆夜的人。300万贯经7手，到我这儿就只剩135万贯，数清连建材都是杂木。他们不是想让我办砸，是想让我背锅。大人，3个月就算日夜不歇，也建不出一座像样的官舍。传统思路确实走不通，场地不理想，预算又被削减，按常规思路肯定做不好，必须换个角度。等等，谁说荒凉就不好了？丝绸之路本来就要经过大漠、草原、雪山，如果我反其道而行之，把这种地貌变成特色呢？有了，裴主事，你说西域使节来大隋最难忘的是什么？是穿越大漠的艰险，是望见绿洲的狂喜，是翻越雪山的敬畏。对，那就让他们在胭脂山重走一遍思路，把雪山做背景，沙丘为展区，草原当宴席，戈壁成通衢。不建馆，而用天地为馆；不造假景，而以真山河为景。此乃大手笔，以荒凉为旗，以天地为展，前无古人呐！不准占我们的草场！有阵地，我活不下去了！大人，快退！不准占我们的草场！还我土地！是村民。这位就是李大人吧？在下沈明珠，今日为大家讨个公道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半月前，官复以万国盛典为名，征我存良田300亩，承诺1亩15贯，可到账的只有5贯。他们失去土地，拿这点钱连半年口粮都买不起。孙德胜，我何时下令征地？更何来15贯之说？是工部赵监工，说是苏仆夜的意思，说公期紧，先征地后补文。一边掐我银子，一边纵容爪牙盘剥百姓，这是要我腹背受敌。
此处风大，沈姑娘，各位乡亲，请进帐详谈。请坐。今日不是审案，是议事。李大人，您说管，怎么管？官府的承诺我们已经信不过了。信不过，是因为没有凭据，口说无凭，落笔为证。第一，补偿款，原定15贯，已付5贯，尚欠10贯。我以鸿胪寺督办使的名义补足差额，另加2贯，作为误工补偿。大人，您说补就补，万一我说话不算，所以要立契约。今日当场起草补偿协议，官府盖印，1式3份，村民1份，官府1份，第三方1份。第三方？沈姑娘，听闻你在张掖经商多年，信誉卓著啊。这个第三方，我想请你来做。我？你代表乡亲们监督官府执行，若官府违约，你可凭契约上告，告到京城，告到御前。大人，补偿款从何而出？户部拨款本就不足。先从我的俸禄和赏银里定。第二，补偿款分3期支付，首期今日结清，2期开工后10日，3期竣工时付清。分期不是一次给完？一次给完，银子花光了怎么办？分期支付，细水长流。而且盛典工程需要大量人手，从今日起，征地村民优先录用为工程劳工，日结工钱，绝不拖欠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有活干了。工钱还是当天给，还能做工挣钱。你们本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，最熟悉地形水文，工程离不开你们。男人们能做工，妇孺老幼怎么办？这就是我要说的第3条。万国盛典，各国使节云集，我打算设一处市集，展售大隋各处特产。沈姑娘，河西走廊的妇人们可有什么拿手绝活？织毯、刺绣、酿酒、制烙，样样都是好手艺。只是从没人当回事。从今日起，当回事。我提议组建甘州市集，由你牵头。妇人们制作的特产在盛典市集售卖，收益归他们自己。在盛典市集售卖？李大人，您这是把我们当合作伙伴？不然呢？我们是被征地的草民。沈姑娘，草民也好，商贾也罢，都是大隋子民。盛典若办成，是大家的荣耀；办砸了，丢的也是大家的脸。沈姑娘，你识字，帮乡亲们看看有无遗漏。李大人，契约没问题，但有一事我必须告诉你：您选的这处场地有隐患。什么隐患？看来这一整比我想象的还要难打。您看那片洼地，现在是干的，但每年7、8月，祁连山雪水融化，会形成季节性山洪，届时那片地会被淹没3尺深。盛典正是7月，若山洪爆发，轻则场地泥泞，重则馆舍倾覆，外邦使节若遭此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县令的呈报里为何没提这事？他一个外地来的官，哪知道这些？何况呈报写的越漂亮，政绩越好看。沈姑娘，若要避开山洪，场地该选在何处？那边，地势高，海水好，而且背靠山连，可遮风挡雨。我小时候放羊，常在那边躲雨。沈姑娘，多谢你。若非你提醒，我险些铸成大错。我不是为了帮你，我是为了乡亲们。盛典若出事，遭殃的还是我们。他说的对，这片土地的主人才最了解这片土地。
沈姑娘，甘州市集的事儿，你考虑的如何？我有一个条件，请讲。甘州市集的账目由我亲自管，官定商号不得插手。成交。契约、分成、监督、合作，这个李小白行事当真与众不同。叔父，那李小白想把征地的事平了，还收买了当地村民为他做工。小聪明罢了。传令公布，即日起，盛典所需物资需经官定商号统一采购，就是为保工程质量合乎规制。仆业高明，官定商号皆是咱们的人，价格翻3倍，让他的银子一文都花不到刀刃上。从5贯涨到15贯，铁钉从20文涨到60文。工部下令，所有物资必须从官定商号采购。这些商号都是苏威的人，按这个价，手里的银子只够搭3个棚子。大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银子不够，材料被垄断，时间只剩2个月。预算不够，那就拉赞助。已经联系了3家企业，都愿意赞助。好，给他们最好的展位 ，logo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还有2家说可以不出钱，直接提供物料和人工换展示机会。换展示机会更好，省下来的钱能干别的。对呀，我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建？大人，您这是？第一，招商，博览会设商业展区，向丝路商队出售摊位，收取入场费。第二，融资，找大商号合作，他们出钱出物资，换取独家经营权。第三，招标，绕开官定商号，公开竞价，价低质优者得。第四，以物抵资，商号可以直接提供我们需要的物资，换取展位。大人，您竟要向胡商卖展位，此乃切勿鼓励。若被御史参奏，一时倒入国体。裴主事，你说国威是靠空殿虚礼撑的，还是靠万商云集显的？再说，我不见馆舍拿天地当展厅，光这一项就能省下1大半银子，剩下的缺口，招商填一半，以物抵资填一半，够了。以天地为官，确实省了土木之费，可具体能省多少？传统设点建馆舍，搭戏台，造工室，至少需200万贯。我以现成的雪山、草原、沙丘为背景，仅搭建临时帐篷、展架、围栏，最多30-40万贯，剩下150-160万贯。对，手里剩的135万贯，加上招商和以物抵资，应该够用了。咱们立刻回洛阳西市，天下货商都在那儿，正好招商。李大人，咱们直接去西市。对，趁天黑前找到阿什纳铁勒。李大人怎么知道要找他？我听说，康国商人在洛阳势力最大的就是阿什纳铁勒，拿下他，其他商户自然会跟进。来，新到的波斯香料嘞，错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大人，您尝尝。啊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嘞，上好的蜀锦，朝廷都得进贡。这西市越来越热闹了。就是那里，康国商号。那是红炉寺的官府，看来康国老又有麻烦了。掌柜的，这2位大人要见您。哟，红炉寺的李大人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阿什纳掌柜今日冒昧来访，是有一桩生意想与掌柜商量。呵呵，生意？您可是朝廷命官，该不会又是来强征钱财的吧？掌柜误会了，我是来给您送钱的。地图准备的不错。3个月后，西域27国使节齐聚张掖胭脂山，从高昌到波斯，从龟兹到弗里，商路上所有国家都会派使节来。然后呢？若商户出资赞助，我给你们展位优先权。
让你们直接与27国使节洽谈生意。平时见1国使节都难，如今27国齐聚，机会难得。这次盛典不仅能拓展商路，还能直接拿到各国需求清单。别人要花几年积累的人脉，掌柜只需几天。要多少钱？5000贯，换取胭脂山最好的展位，以及与所有使节直接交流的机会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李大人，您这脑子不去经商，可惜了。20年前，吐谷浑占据要道，掠劫商队，我父亲遇害，我发誓让丝路畅通。后来大隋出兵打败吐谷浑，我得以重走丝路。李大人，您办这盛典不光为了大隋，也为了我们这些商人。这5000贯，我出的心甘情愿。合作愉快。我一定让这次盛典成为丝路商人永远铭记的盛会。听说了吗？阿史那掌柜在跟朝廷大人谈生意。什么生意？好像跟西域盛典有关，说是能见到27国使节。西域盛典啊！要是真的，那可是天大的机会。我要见李大人！我要见李大人！我们要见李大人！李大人！好戏开场了！诸位不要急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咱们竞价拍卖，价高者得。现在还剩10个展位，价格从2000贯到5000贯不等。李大人，我出3000贯，我要靠近波斯使节的位置。我出3500贯，4000贯，要不到就站去旁边。我要在乐器展区附近。3500贯一次，还有更高的吗？5000贯，我要正对大门的位置。5000贯，1000贯，成交。正门展位归大食商。疯了，都疯了！大人，这不就是拍卖吗？对啊，竞价机制吗？可是朝廷从来没这么干过呀。那是他们没想到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气。多谢李大人，多谢。这简直是聚宝盆呐！我出3000贯，我出3500贯，4000贯。乐器，我要在乐器展区附近。这些见利如命的武商，见我一个展位争得面红耳赤，他竟把朝贡盛典变成万商逐利之场，可偏偏成了。大人真是神了！短短3天，10个展位全部拍出，总价82000贯，加上阿什纳掌柜的，共87000贯。只是此事动静太大，洛阳城尽人皆知，迟早会传到朝堂上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苏威用官定商号卡我物资，我便绕开他的垄断。走，回正业。听说了吗？那个李小白在西市搞了个大动静，私自向武商收钱，这可是大忌呀！叔父，探子来报，李小白在西市向胡商卖展位，3日筹得8万余贯。什么？苏公，此事闻所未闻。自古朝贡盛典，岂有向商家募资之理？此乃有辱国体。有辱国体？好得很。我让工部把物资价格翻了3倍，他便另辟蹊径。此子当真难缠。叔父，此事可大做文章。明日早朝，我们便弹劾他私通胡商，以世道辱国体。单凭一个卖展位，扳不倒他。况且圣上亲批300万贯，可7司会签层层克扣，到他手里连1半都不到。此事若被翻出来，我们也脱不了干系。苏公不如双管齐下，一面在朝堂上质疑他的招商之举，一面命张掖的赵建功继续作梗。只要工程出了岔子，他便是百口莫辩。给赵建功传话，工匠闹事要安抚，材料运输要核验，万事都要合乎规制。拖他一日是一日，耗他一文是一文，3个月转眼即至，我看他如何向圣上交差。怎么回事？我走时明明安排了300工匠。李大人，您走后第3日，赵监公说要调整工期，把大半工匠都遣散了，剩下的人也……赵监公人呢？在那边的帐篷里，说是等候公布新令。大人，赵监公是苏仆夜的人，上次建材一次冲好的事，他怀恨在心，
好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样。站住！赵监公在休息，不见客。让开！哟，李大人回来了，西市生意做得不错呀，听说跟胡商打得火热，我奉命督视，不敢有失。赵监公，我走时安排300工匠赶工，为何只剩几十人？工部来了新令，说要核验工匠资质，不合格的自然要遣散。赵监公，上次那批速生杂木，账上写的是上等松木5贯1银，我算过，光木料1项，差价就有8000多贯。李大人，这笔银子进了谁的口袋？李大人慎言，那是供货商的问题，与下官何干？哼，是吗？这是采买文书上的签押，是你的字迹。供货商永昌木行，东家是你的小舅子。你查我，我可是苏仆业的人。苏仆业举荐你来办差，不是举荐你来贪墨的。裴主事，你文书将赵监公以虚报物料、贪墨公款之罪押送洛阳，交大理寺查办。李小白，你敢动我，苏仆也不会放过你。我是朝廷命官，我奉圣旨督办圣典，全权2字可不是摆设。放开我！林中，立刻召回被遣散的工匠，补发工钱，工期不能耽误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抓了一个赵监公，得把根子拔了。王侯，按名单抓人，一个都别放过。明白。王侯，按名单抓人，一个都别放过。明白。诸位大人，这是永昌木行掌柜赵福。正是小人。你姐夫赵监公已被收押，此次盛典所用木料以次充好，账面上记录有3000根上等松木，实际却仅有1500根杂木，那8000余贯的差价，如今在何处？大人饶命啊！都是姐夫的主意，小人只是……账本呢？找到账本了。不错，永昌木行是其中之一。礼部张主事七弟所开的恒通铁器行，以及户部刘主事表兄所开的祥瑞布庄，都记录在账册之上。查封永昌布行，所有货物银两一律冻结。大人开恩呐，这可是小人的全部家当啊！你吃进去的银子，一分都别少。大人，诸位掌柜，你们与督办衙门的往来账目，本官已经查清。永昌木行虚报木料，贪墨8200贯；恒通铁器行已列充好，贪墨3600贯。二户王德胜、赵富生、周桂林，合计贪墨银两13900贯。乖乖，1万多贯，够咱们吃几辈子了！太能贪了。是啊，真是黑心商人。本官给你们一条生路：3日之内主动退还全部贪墨银两者，只追究经手之人，伤号可保；3日之后仍不退还者，本官会将这份名单连同背后指使之人一并呈报圣上，届时株连九族。大人，小人退，小人退。很好，王侯监督他们，3日内银两必须入账，少1晚，拿他们试问。是。大人英明，大人英明，大人英明，请见大老爷。大人，3日之内13900贯全数追回，加上招商所得，银两已足够了。大人这招限期退赃，当真高明。那些掌柜生怕被株连，争先恐后的吐银子。他们怕的不是我，是背后那些人。一旦名单呈上去，苏魏的人脉网就全暴露了。大人是故意的，让他们互相猜忌。苏魏的人各怀鬼胎，平日里靠利益捆绑，如今利益没了，人心自然散了。这1万多贯，只是他们克扣的一部分。真正的大头在洛阳的七司主事手里，这笔账日后再算。走水了，工地走水了！走了，快，所有人去救火！
直断活路！不许跑，快回来救火！厨房里全是布料！该死！韩素们愣着做啥呢？水库不灭，挖沙子！快点点，把那毡子打湿了盖上去，动作麻利些！挖沙土覆盖，填不进湿，盖上火汤。我有味，这是人为纵火，谁干的？今夜谁进过仓库？回大人，入夜后有2人来过，自称是工部巡查，查验物料。工部巡查，人呢？走了。往西边官道跑了，我的人看见过。裴主事，带人去追。是。赵四，仓库是你烧的？不知道你说什么？火油从何而来？谁指使你的？大人想屈打成招，我赵四不吃这套。哼，谁说要打你了？大人有何妙计？分开关，分开审，告诉赵四，他同伙已经招了，指认他是主谋。再告诉同伙，赵四把罪名全推给了他，让他们互相猜忌，先招供者从轻，不招者顶罪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看谁先撑不住。哎呀，你那兄弟赵四可不够意思啊！他说一切都是你的主意，他只是跑腿。什么？不是他让我？他让你什么？是赵四拉我来的。他说受人指使烧了仓库有赏钱。谁指使的？赵监工。你同伙都招了，赵监工指使你纵火，对不对？是。赵监工，他说烧了仓库能拖延工期，让大人办不成盛典。赵监工。苏威的人，好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何都停工了？李大人，不是咱们不听您的话，可这差事真是要了命啊！先是莫名其妙停工，接着又是仓库被烧，昨天又有几个兄弟救火被砸伤了，大伙都说这火太危险。是啊，大人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是啊，万一出了事，家里人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大人，给再多钱也得有命花呀！我们家里还有老人呢。大人，要不加些银钱安抚？你不能见死不救。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他们要的是安心。诸位，我知道大家怕什么，不是怕苦怕累，是怕出了事没人管。今日我立下4条规矩，白纸黑字盖官印为证。第一，工伤保障，凡在工地受伤者，医药费全包，养伤期间工钱照发。第二，身故抚恤，若有人不幸殒命，赔银50两，家属由官府安置。还安置家属。第三，进度奖金，按质量和进度分3等，上等多发5成，中等多发3成。第四，安全责任，每10人设一安全员，每日检查工地安全设施，出了事先查安全员有无失职。这4条现在就贴在工地最显眼处。谁若觉得我李小白说话不算数，尽管拿着这文书去告我。老贺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给官府干过多少活儿，头一回见当官的把咱工匠当人看。弟兄们，跟着李大人干了！我们都跟着李大人干了！干了！工伤抚恤、奖金、安全，这些闻所未闻的法子，他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人心齐，害山夷。接下来，该全力冲刺了。招投标，让胡商自己竞价，绕开了官定商号的盘剥，契约分成，让村民从被征地的怨民变成盛典的合作伙伴。
工商抚恤、安全责任，这些闻所未闻的法子，竟让工匠们死心塌地。此人出身寒门，却有惊天伟地之才。我裴家世代簪缨，熟读经史，竟不如他。不是不如，是我裴举从未真正用心看过他。我通晓西域27国语言风俗，这才是我能帮他的。裴大人，这么早？李大人，这是我连夜整理的西域诸国风俗手册。高昌时节嗜好葡萄酒，宴席上若无美酒，便是怠慢。秋辞时节重音乐，尤爱琵琶，可安排乐舞表演。康国时节最重实力，开门见山谈生意，反而投其所好。还有波斯时节忌食猪肉，突厥使节以左为尊，涪陵使节重礼节繁文。这些禁忌若犯了，轻则失礼，重则引发邦交纠纷。裴大人，这份手册太重要了，有了它，接待方案才算有了魂。大人客气，我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。裴大人，有你相助，大事可成。大人言重，这些日子是裴某有眼无珠，大人的才干见识，裴某佩服。大人，高昌秋辞素有嫌隙，站位不宜相邻，否则恐生摩擦。有道理，中间隔一个康国。另外，突厥使节人数最多，需单独辟出一片营帐，以显尊重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寒门又如何？英雄不问出处，能与此人共事，裴某之幸啊！裴大人，开幕式除了礼乐歌舞，还有什么？按惯例，天子之辞、使节朝拜、寺院赏赐，仅此而已。不够。李大人何意？我想在开幕式加一个环节。阅兵。阅兵，李大人万万不可！军阵乃国之机密，若被外邦探知虚实，恐遭弹劾。自古朝贡无阅兵先例，此举有违祖制。诸位，我问你们，朝贡的目的是什么？自然是彰显天朝威德，令四夷臣服。好，那宫殿虚礼、歌舞宴饮，能让谁臣服？西域诸国哪个不是马背上的民族？他们敬的是强者，服的是拳头，唯有亮出实力，才能让人心生敬畏。若泄露军机，只展阵势，不露战法，让他们看到我大隋军容之盛，甲胄之精，士气之壮，却猜不透我们的战术，这叫威慑。阅兵不仅震慑外邦，还能借机检验军队战备，提振将士士气，一举三得，何乐不为？大人所言确有道理，只是此事关乎军国大计，奏折怕是难以说清。裴大人说的对，此事我需亲自回京，当面向圣上陈奏。大人此去，苏威必会从中作梗。叔父，李小白回京了，说要面圣奏请阅兵之事。哦，他要在外邦面前展示军阵。正是，这不是授人以柄吗？天助我也！明日早朝，待他陈奏完毕，我当场弹劾，通敌叛国之罪。让他自己把脑袋送到刀下。臣恳请于万国盛典期间举行盛大阅兵，分阵列，演战法，展军械，令诸国使节亲眼目睹我大隋之盛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李小白欲在万国盛典上展示我大隋军阵，其心可诛。军阵乃国之机密，他却要在外邦面前公然展示。陛下，此人居心叵测，莫非是外邦奸细？李小白，苏仆夜所言，你作何解释？间谍罪名一旦坐实，便是满门抄斩。陛下，臣斗胆一问，若臣真是奸细，何须主动提出阅兵？臣若想卖国，
直接将军情密报外邦便是，何须在盛典上公开展示？那岂非自投罗网？巧言狡辩，你分明是想借阅兵之名，让外邦探知我大隋虚实。苏普业，臣的阅兵方案恰恰是为了不让外邦探知虚实。陛下容臣详禀，臣的阅兵分3段。第一段，开场高地列阵，选胭脂山最高处，让将士披甲之歌，居高临下俯视全场。外邦使节仰头望去，只见铁甲如云，升旗蔽日，却看不清具体布置。第二段，中段平地演练，只展基础阵型变换，方阵、圆阵、锥形阵，皆是兵书明载，天下皆知的阵法。真正的核心战法一概不露。第3段，结尾环场巡游，铁骑绕场一周，马蹄如雷，震慑全场，让外邦使节亲眼看见我大隋军威，比说1万句空话都管用。你如何保证核心战法不外泄？陛下，臣提议由兵部派专人审核方案，凡涉及机密之处一律删除。阅兵当日只展震慑之事，不露克敌之术。陛下，此事闻所未闻，万一有失。苏爱卿，朕问你，西域诸国为何年年朝贡啊？此是仰慕我大隋威德。威德？他们仰慕的是大隋的铁骑，是当年朕御驾亲征，踏平吐谷浑的赫赫军威。空谈威德，不如亮出拳头。李小白此意深合朕意。传旨，阅兵方案交由卫尉少卿李将军审核。若李将军认可，照此施行。臣遵旨。让开！请将军审核万国盛典阅兵方案。万国盛典阅兵，让我审核一个鸿胪4城的方案。李大人，这是圣上钦点。切！一个寒门书生也敢指挥我大隋军队，且看他能拿出什么东西来。你就是李小白？正是。李将军威名远播，今日得见，3生有幸。少来这套！我问你，你可上过战场？不曾。可曾亲手破敌？不曾。那你凭什么指挥我大隋军队？军阵之事，岂是你纸上谈兵能懂的？将军说的对，我确实不懂打仗。但将军容我说一句，阅兵不是打仗，是演出。这是我拟的阅兵方案，请将军过目。这是阵型切换时间表，精确到刻。开场列阵3刻，方阵变圆阵2刻，圆阵变锥形阵2刻，每一次变阵都要配合鼓点，让观者心潮澎湃。这是什么？歌舞穿插节奏图？阅兵若只有军阵，未免枯燥。我安排每段阵型展示后，穿插一段礼乐歌舞，张弛有度，才能让观者始终保持兴致。观众视角分析。将军请看，使节席在东侧，天子御座在北侧，百姓观礼区在南侧。同一个阵型，从不同角度看，效果截然不同。比如锥形阵，从正面看气势如虹，但从侧面看就显得单薄。所以我建议锥形阵朝东侧使节席，让他们直面锋芒。你一个文官，怎会想到这些？将军，术业有专攻，您懂如何练兵，如何破敌，我懂如何呈现，如何震慑人心。阅兵这件事儿，您负责军队的精气神，我负责展示节奏感，咱们各司其职，共襄盛举，如何？你倒是有几分本事。罢了，这阅兵我接了，但有一条：军队之事我说了算，你那些花里胡哨的节奏不能影响将士们的阵型。一言为定。夫君，这便是河西走廊，果然与中原大不相同。夫人头一回出远门，可还习惯？能亲眼看看夫君操办盛典，舟车劳顿算什么？大人，沈姑娘带人在前方迎候。
李大人一路辛苦。这位便是夫人吧？沈姑娘，久仰了。夫君信中常提起你。大人谬赞，民女不过做些分内之事。大人，您不在这些日子，沈姑娘可是立了大功。哦，您仔细看。甘州市集现有妇人80余人，分4房：织毯房、刺绣房、酿酒房、织烙房。这是按西域各国喜好分类陈列的样品。波斯人喜红毯，我们便多织红底金纹；突厥人好烈酒，我们便酿了几坛高粱烧。这位大姐穿的是玉固族服饰。玉固人世代居于祁连山下，擅长织绣。这身衣裳用料讲究，工艺繁复，已经要缝制数月。西域贵族最爱这等华服，我也让绣娘们赶制了30套，专供盛典售卖。这宝石成色极好。此乃丹霞玛瑙。大人可还记得来时路上的7彩丹霞？这玛瑙便产自那片山中，色泽温润，纹理如霞，乃张掖独有之宝。的确是稀世珍品，若能推广，必受追捧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请了甘州城最好的玉匠，将其打磨成首饰摆件。波斯山人见了样品，已预定了20套。沈姑娘经商之才，当真令人佩服。盛典期间人流如织，吃食也不能马虎。这是乌江西米，产自张掖乌江镇，米粒细长，看着像玉一样。走，再去看看辣料和干货。这是高台辣椒，高台县日照充足，辣椒色红为正。西域商队最爱用它调味腌肉，我备了500斤，既可零售，也可做宴席食材。想得周全。沈姑娘还教妇人们学了几句胡语，到时好招呼客商。我咋带个鸟儿？是鸟儿，也是那么。沈姑娘真是博学多才，心思细腻。夫人过奖，若非李大人当初提议，民女哪有这般机会？夫君能有沈姑娘这样的帮手，是盛典之幸。夫君，歇一歇吧，这参汤放凉就不好喝了。等我把这份调度单写完。夫君，你3天只睡了6个时辰，再这样下去，身子会垮的。让夫人担心了。这些文书，妾身帮你整理。这怎么好？夫君忘了，妾身自幼随父亲读书，这些公文还难不倒我。崔家女果然名不虚传。盛典在即，每一处细节都关乎大局。李大人，甘州市集的展位放在这里如何？正对着使节入场的方向。好，一进场就能看见河西特产，印象深刻。大人真是好眼光。英雄所见略同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夫君今日与沈姑娘商议展区布置，可定下了？定了，甘州市集的展位放在入口处，位置最好。沈姑娘思虑周全，夫君有她帮衬，妾身也放心。夫人，夫君，妾身今日在高坡上看见你们议事。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沈姑娘是个好女子，能干爽利，与夫君倒是般配。夫人，我与她只是公事。妾身不问你与沈姑娘之间有什么，妾身只知道我们是夫妻，这辈子不离不弃。妾身只盼着盛典顺利办成，咱们一家平平安安。夫人，他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不说。我李小白何德何能？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苏爱卿，请讲。万国盛典耗资巨大，又有向胡商募资之举，臣以为应派监察使前往张掖，督查账目，审核流程，以防贪墨舞弊。
苏爱卿的意思是李小白的账目有问题？臣不敢妄言，只是圣典关乎国体，向湖上募资又是前所未有之举，难免有人议论。若能派监察使督察，账目清白，也好堵住悠悠众口。苏爱卿所言甚是，依你之见，何人可担此任？臣举荐犬子苏明。苏明曾在鸿胪寺历练3年，熟悉外邦事务，又与李小白素无私交，可秉公督察。授苏明圣典监察使之职，即日赴张掖督察。陛下圣明。叔父高明，这监察使之职简直是尚方宝剑。明儿，你此去张掖，切记3件事：第一，账目逐项细查，1文钱的出入都不能放过。侄儿明白。第二，物资用工样样核实，他那招投标、竞价拍卖必有猫腻，侄儿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第三，若查不出问题，就制造问题。叔父放心，侄儿定在圣典前夕抓住李小白的把柄。去吧，此事若成，你便是头功。驾！大人，下界文书。大人，所谓的侄儿苏明被授为圣典监察使，已在来张掖的路上。监察使，这不是明摆着来找茬的吗？夫君，苏明此人心胸狭窄，当初圣典督办之职被你夺去，他一直怀恨在心。苏明有圣旨在手，名正言顺查账。咱们的账目虽然清白，但他若存心刁难，账目清白，何惧之有？可他若鸡蛋里挑骨头，那就让他挑。这只老狐狸终于忍不住亲自下场了。哼！李大人，别来无恙。苏大人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奉圣上旨意，本官奉命督察万国盛典账目、物资、用工诸事。李大人，请将全部账册呈上。苏大人请，账册就在署内，随时恭候查阅。戏台已搭好，就看你如何唱这出查账的戏了。李大人，这笔木料款项有问题，账上写采购松木2000根，每根5贯，共1万贯，可清单上只有1500根，银子去哪儿了？苏大人明察，原采购确实2000根，但其中500根是赵监工采买的速生杂木，以次充好，被我验收时剔除退回。这是验收记录，注明杂木退回，货款追缴。苏大人若不信，可传赵监工对质。他也因贪墨之罪被押送洛阳。李大人真是滴水不漏啊！那这笔工期支出又如何解释？预算3000贯，实支4200贯，超支40%。回大人，超支部分是工匠安全奖金与工伤抚恤，这是我颁布的工匠保障条例，工伤医药费全包，身故抚恤50两，进度奖金按等级发放。条例在先，支出在后，皆有据可唱。李大人，哼，这笔杂支500贯，账上只写了往来打点4字，既无去处，也无凭据，你作何解释？百密一疏，还是让他找到攻击的借口。李大人，这可是500贯，莫非是进了你自己的腰包？怎么说不出来了？哼，堂堂盛典督办，账上竟有来路不明的银两。苏大人既然问起，下官也不敢隐瞒。这500贯是户部刘主事所要的核验费，他说这是规矩，盛典物资入库必须经他核验签字。唉，下官原本不想提此事，毕竟刘主事是苏大人叔父举荐的人。但苏大人既然要查，下官不敢欺瞒。
哦，对了，还有礼部张主事的审议费300贯，工部赵主事的剪裁费400贯。这些收据下官都留着，苏大人要不要一并过目？这些下官知道，这些都是规矩，下官人微言轻，只能照办。但既然苏大人奉旨督察，想必能替下官做主。这些规矩究竟合不合朝廷法度？我若追究这些费用，等于把叔父的人全卖了；若不追究，便是知情不报。好狠的一招！苏明本想找李大人的茬，结果挖出了自己人的黑料。这些小事，本官自会处理。李大人不必多言。苏大人英明，我有事，先走了。这边，大人，那些收据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些人收钱时志得意满，怎会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把柄？可苏明若把这事告诉苏威，他们会不会？他不敢。苏明若说出去，那些主事会以为是他故意泄露，从此与苏家离心，苏威经营多年的人脉就会出现裂痕。所以苏明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。他来找我的茬，却发现茬在自己人身上，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大人高明。那是京城来的大官，看着来者不善啊！京城来的，这地基夯土不实，空洞支撑明显。若盛典当日塌陷，谁来担责？刘头，请将地基验收文书呈给苏大人。这地基经李将军派人复核，夯实3遍，每层厚度、夯基次数、所用石料皆有详尽记录。将军亲笔签押，苏大人可要细看。算你有心。苏大人这是非要找出点错处不可啊！幕僚接缝参差不齐，做工粗糙，如此敷衍，成何体统？这便是你督办的质量。苏大人，并非粗糙，这接缝是特制的榫卯结构，便于胜后的快速拆卸与异地重装而设。此乃工部核准颁发的万国盛典匠作规制详图，展架搭建分毫不差，依此施工。苏大人若有疑虑，可请工部派人复核。李大人这准备真是滴水不漏，让人无计可乘。想在我的专业领域找茬，下辈子。李大人当真滴水不漏？苏大人谬赞，盛典关乎国体，下官唯恐有负圣恩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今日暂且如此，盛典时日尚早，本官之后还会随时复查。下官随时恭候苏大人指教。走！这老狐狸今日连碰3颗钉子，怕是不会善罢甘休啊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出招，我们接着便是。进来。你就是刘主事？小的正是，多谢苏大人肯见小的。听说你被李小白当众训斥，还扣了3个月工钱。那姓李的仗着圣旨在手，不过是小的手下几个幕僚有些瑕疵，他便当着百十号人面骂小的，还扣钱。小的在工部干了10几年，何曾受过这等屈辱？所以你想出这口气？大人若能为小的做主，小的愿效犬马之劳。我问你，波斯使团送来的贡品地毯存放在何处？在东库房，小的正好管着那边。今夜你带人将那批地毯偷出来，明日本官复查库房，发现贡品失窃，李小白管理不善之罪便坐实了。这贡品乃外邦所献，若丢失，事成之后另有重谢。待李小白落马，本官保举你做工部侍郎的位置。小的这就去办。李小白，这次我看你怎么翻身！刘大人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巡查，夜里风凉，
给你们带了壶酒，暖暖身子。当值饮酒，怕是不妥。放心，就喝一口，没人知道。乖乖睡去吧，动手。李大人，波斯贡品地毯可是要献给圣上的，如今不翼而飞，这管理不善之责，你如何向圣上交代？这也太大了。苏大人放心，此案必破。但愿如此，若破不了，恐怕大人这盛典也办不下去了。哼，这老狐狸动作倒是快，比我限时破案，是想打乱我的阵脚。守夜士兵怎么说？他们只记得刘主事送了酒，喝完就不省人事了。醒来时仓库已空。刘主事就是之前木料以次充好，被大人训斥过的那个。是他。刘主事现在何处？昨夜事发后就不见踪影，住处也空了，像是提前跑了。搜！把张叶成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他给我揪出来。李大人，不用费力搜了。沈姑娘，此话怎讲？我沈家在河西走廊经商多年，各处皆有眼线。方才武威那边传来消息，有人在姑藏市集偷卖波斯地毯，压价极低，形色鬼祟，急着脱手。武威那离张掖不过2日路程，贼人动作好快。正是，波斯地毯太过扎眼，张掖城小，耳目众多，藏不住。武威却是河西商贸重镇，鱼龙混杂，最适合销赃匿迹。卖家是何人？可曾盯住？我已让人暗中盯住，是个獐头鼠目的商贩。王侯，立刻点齐人手，快马赶赴武威。遵命。务必人赃并获，将销赃者与背后主使一并带回。兵贵神速，猎手已锁定了猎物，将那贼人拿下！哎呦，官爷饶命！官爷饶命啊！小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人赃并获，带走。完了！大人，武威之行人赃并获，商贩也已招供。那销赃的商贩指认，送货给他的人獐头鼠目，左眉却有黑痣，与刘主事特征完全吻合。只是那人当时穿着普通布衣，商贩并不知其官身。如此看来，刘主事是坚守自盗，已然作实。可他与苏明前夜密谈授意指使之事，我们仍无实证。仅凭一个销赃商贩的指认，攀扯不到苏明身上。苏明老奸巨猾，刘主事不过是弃子，没有铁证，动不了他。看旗帜，是高昌和秋瓷的使团。大隋鸿胪寺丞李小白恭迎高昌国使节屈大人。高昌使臣屈伯雅奉国王之命前来朝贡。使节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了。啊，没想到大隋竟有人通晓我国语言。这位是秋瓷使节白苏尼大人，请随我们入城歇息。这是我高昌的家乡菜。使节远离故土，想必思念家乡风味。这是我们特意依照高昌食谱准备的。李大人，我求此人不善饮烈酒，你们竟备了果酒，这份心意我们收下了。两位使节不远万里而来，这是大隋的一点心意。李大人，我屈伯雅出使多国，从未受过如此周到的接待。入城有仪，宴席有香味，临别有厚礼。大隋之诚，我等必铭记于心。白苏尼大人说，大隋的诚意，他们将永远铭记，传回西域。两位使节言重了，大隋以礼待客，乃分内之事。
今日多亏沈姑娘，若无你翻译，怕是要冷场。大人安排周全，明珠不过是锦上添花。大人，不好了！裴主事，何事惊慌？突厥使节多禄已过玉门关，3日后便抵达张掖。多禄，此人是何来头？启明可汗帐下骁将，性情暴烈，素来轻视中原。此人此番前来，只怕来者不善。这就是大隋号称丝路明珠的张掖，我看不过是一堆土墙。大隋鸿胪4城李小白，攻云突厥使节多禄将军。哼哼，李小白，你就是那个操办万国盛典的寒门书生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将军谬赞，张掖虽是边城，却是连通东西的咽喉。我大隋之气象，其在一砖一瓦，待盛典之时，将军自可见分晓。哼，最好别让本将军失望。这匹狼是来吃肉的。沈姑娘，多禄此人绝非善类，高昌、修辞使团可带之以礼。突厥，劳烦你暗中打探他们的底细。大人放心，西域商道之上，突厥马队的路数，明珠见识过不少，交给我。务必小心。多禄警觉如狼，莫要轻易近身，更不可打草惊蛇。我要知道他除了明面上的使团，还在做什么。明白。李大人，查到了，多禄名为使节，实为探子。他手下的人这2日以采买为名，四处打探兵力部署、粮草储备，绝非单纯朝贡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绝非朝贡，这是战前侦察。还有一事更蹊跷，也更危险。我的商队兄弟貌似打听到，多禄在来张掖之前，他的亲信曾与洛阳某位大人物通过线。洛阳哪位大人物？尚不确定，但来往信使走的是官驿。苏魏在朝中势大，若真与外敌勾结，大人，他们所图恐怕不只是让您丢官罢职这么简单。此事还需做事，你能找到更直接的证据吗？明珠今夜再去探探，看能否抓到实证。这个背影有些眼熟。苏大人那边务必确保计划不出差错。大人放心，一切严排妥当，直到盛典当日。谁？苏明的人与突厥密会，苏魏到底想干什么？大人，明珠亲眼所见，多禄在城外密林与一位汉人男子密会。何人？可看清样貌？看清了，一张脸，一道疤。苏明来张掖督察那日，此人就跟在他身侧，寸步不离。那道疤像条蜈蚣趴在脸上，绝不可能认错。苏明的贴身随从，刀疤流。对，我听到多禄问他，苏大人那边准备的如何？他回答，一切按计划行事，只等盛典当日，便可。后面的关键几个字没听清，可那语气绝非好事。苏魏屡次陷害我魏国，如今竟以外敌为援，在外国使臣面前毁我盛典，坏我大隋国威。他这是要置我于绝境，更是要撼动国本。大人，他们所谓的计划，会不会是想在盛典上制造可怕的混乱？不是会不会，而是一定。盛典若出大乱，我首当其冲，必被问罪。届时朝中无人再敢提丝路、提盛典，他苏魏便可高枕无忧，继续把持朝政，堵塞寒门之路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上报朝廷？不可。一来，我们仅有沈姑娘一面之词，刀疤流可以抵赖；二来，苏魏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，密则未必能直达朝廷，反而会打草惊蛇；三来，多禄是正式使节，无凭无据指控他国大将，形同挑衅，正好给了突厥寻衅的借口。难道我们就只能坐等他们得逞？盛典在即，多少人的心血？坐等？当然不能。他们想在盛典动手，好，那我们
就将计就计。沈姑娘，多禄应当知道你在操办甘州市集的生意，会通过你打探我这的消息。他若打听过，自然清楚。多禄若想拉拢你，逼我开出更大的价码，草原商路突厥贸易特权，你只需表现出对利益的渴望，假意投靠，便能探出他们的计划。此计可行。我沈家3代与胡人打交道，商人最擅长的，便是让对方相信自己只认钱。可多禄心思缜密，沈姑娘若有破绽，裴大人放心。况且苏威若得逞，盛典毁于一旦，我甘州市集也将付诸东流。危急时可调城中守卫，一切小心。沈姑娘，此事过后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李小白欠你一个人情。大人言重了，明珠所作不为人情，只为盛典能顺利举办，不负大家这些日子的心血。苏威与突厥暗中勾结，只怕所图甚大。盛典在即，皇帝亲临，27国使节齐聚，若他们在此时生事，我不敢设想。此事必须告知林将军。盛典在即，若有变故，非李将军不能应对。那刀疤脸是苏明的贴身随从，与多禄密会，说一切按计划行事，只等盛典当日。岂有此理！苏威那老贼竟然勾结突厥！哼！我这就带人去把那多禄给剁了！李将军息怒！息什么怒？此等叛国之贼，留他过年吗？将军，多禄现在杀不得。为何杀不得？多禄是突厥使节，代表启明可汗而来，若无凭无据将他斩杀，便是我大隋背信弃义，挑起两国战端。我们只有沈姑娘一人证词，并无实证。哼！苏威在朝中根基深厚，若他反咬一口，说我们捏造罪名，擅杀使者，将军与我都难脱干系。大人所言极是，苏威老奸巨猾，咱们若打草惊蛇，反被他将了一军。那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密谋嘛！当然不能。沈姑娘正在设法接近多禄，只要拿到实证，便可将苏威与突厥一网打尽。就算暂且不动他，接下来怎么办？那多禄张扬跋扈，明日预斩，他必定要生事。他若在预斩上闹事，一来试探薛氏，二来给苏威制造口实，说我办事不力。所以咱们更要沉住气，不能让他得逞。可若他当众羞辱大隋，我岂能忍？预斩上，无论多禄如何挑衅，将军只需稳住军阵，斩我大隋军威，其他的交给我应对。待盛典当日拿到实证，再与将军一同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另外，接下来直到盛典结束，也请将军做好城中防范措施，以免这些居心叵测的外邦使节在城中捣乱。好。哼！一群乌合之众。演练开始。哇，好精妙的阵法！大隋军威果然名不虚传。这阵法平平无奇，我突厥骑兵破之如砍瓜切菜。多禄使节好眼力，不知使节可曾听过一句话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。什么意思？真正的强者不在于炫耀武力，而在于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。今日所斩不过10之1二。使节若觉得平平无奇，盛典当日自有更精彩的等着您。届时还望使节莫要看花了眼。巧言令色！我突厥空闲100万，纵横草原，岂是你们中原部族能比的？使节好大的口气！当年沙伯略可汗亲率10万骑兵南下，
被我大隋魏王杨爽一战击溃，死伤大半，最后俯首称藩，说出大隋皇帝真皇帝也。那是旧事，如今我突厥兵强马壮，正因兵强马壮，启明可汗才年年入朝，与我大隋共享太平。使节此番前来，想必也是为了两国交好，而非逞口舌之快吧？你们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越是疯狂，破绽越多，盛典之日就是决战之时。今日多亏大人，否则我怕是要当场动手。将军能忍住，已是不易。哼，多禄分明是故意挑衅，想让咱们失态。此人狼子野心，绝非善类。盛典当日必有大动作，我也让沈姑娘盯着他，无论他们想干什么，咱们都要抢先一步。我会加派人手，暗中戒备。这不是李大人身边的沈姑娘吗？怎么今日不在甘州市集看账，跑来逛集市了？多禄使节好眼力，明珠不过是个商人，哪里算得上李大人身边的人？哦，我听说甘州市集的展位可是盛典上最好的位置，李大人待姑娘不薄啊。最好的位置，使节有所不知，当初李大人许诺的分成是3期开，如今盛典在即，契书还压在他案头没盖印呢。此话当真？商人逐利天经地义，可李大人是读书人，满口仁义道德，骨子里还是拿我们当棋子使。明珠这几个月忙前忙后，到头来不过是给他做嫁衣罢了。沈姑娘是聪明人，多路也不绕弯子。你在河西经商多年，人脉广，路子熟，这样的人才不该被一个寒门书生埋没。使节这话，明珠听不太懂。草原商路每年过境的货物价值100万贯，若沈姑娘愿意与我突厥合作，这条商路可以由你来掌。使节开的价码倒是诱人，只是明珠一介女流，如何担得起这么大的生意？姑娘能在乱世把沈家商号做到河西第一，还怕担不起？使节的诚意，明珠感受到了，只是此事太大，容我考虑几日。3日后，城外密林，届时再谈。沈明珠先行告辞。李小白的人都开始离心了，有意思。大人，属下回来了。多禄那边有什么动静？突厥人这几日频繁调动护卫，还往城外密林入了几车货物，用油布盖得严严实实。什么货？属下没能靠近，单看车辙印，分量不轻。盛典还有5日，多禄答应我，只要让盛典出乱子，李小白必死无疑。可他这些小动作，我越看越不对劲。大人的意思是，传令下去，给我盯紧多禄的一举一动。是。突厥狼子野心，不得不防。这盘棋不能输。使节约我来，有话不妨直说。那我也不绕弯子。草原上有个规矩，要入伙先交投名状。使节想要什么？盛典当日的会场布防图，哨位、巡逻路线、兵力部署一样不能少。使节这是要我去送死？那布防图在李靖营帐里，守卫森严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3日之内图到我手上，草原商路的事咱们再谈。若拿不来，就当我们今夜没见过。我尽力。还有事？明珠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明珠今日在城中见过肃明大人的随从，在使节的车队附近转悠。许是明珠多心了。你看清楚了？那日左脸有道刀疤，明珠认得。许是巧合，明珠多嘴了。那明珠告退。
娘，你我合作不过是各取所需。既然你防我，就别怪我算计你。多禄要布防图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他要布防图，这是要刺探我大隋军机。将军息怒，他要图，恰恰说明突厥人想在盛典上动手。他要我3日内交图，否则合作作废。另外，婉安大人吩咐告诉他，苏明的人在盯他的车队，他信了。很好，他对苏明起了戒心，只要2人心有芥蒂，我们就好做文章了。既然要演戏，那就演全套。伏兵位置往北挪50步，巡逻时辰全部错开。这张图就是突厥人的催命符，让他们照着图来，正好一头钻进口袋里。沈姑娘，此去凶险，明珠既已入局，绝不回头。使节请笑纳。玉座只有一道防线，巡逻间隙有半刻钟空档。使节要的，明珠都标清楚了。这图来之不易，差点被李靖的人发现。好，沈姑娘果然是做大事的人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突厥的朋友。草原上的路少不了你的份儿。使节如此看重这张图，莫非盛典上真有大动作？沈姑娘，有些事儿知道太多没好处。明珠既然上了使节的船，总得知道船往哪儿开吧？贪婪的人才最好控制。你只需记住一件事：盛典第3夜会有大动作。终于说出来了。届时你管好自己的人，别往玉座那边凑。明珠明白。去吧。第3夜就是你的葬身之时。多禄使节，你我合作也有些时日了，今日我把话说明白。苏大人，请讲。我要的很简单，盛典出乱子，李小白获罪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不想掺和。苏大人的意思是，闹出点动静就行，别搞太大。我叔父在朝中经营多年，不想因为你们突厥人惹上弥天大祸。哼，苏大人放心，我突厥人最讲信义。你要李小白倒台，我帮你。事成之后，咱们各取所需。如此甚好。哼，蠢货。属下盯了几日，突厥人确实在准备动手。很好，只要盛典出了岔子，李小白就是失职之罪。哼，到时候叔父发难，即便他浑身是嘴，也说不清。这一局我稳赢。苏明今夜去了多禄营帐，待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出来了，脸上全是得意。他跟突厥人谈了什么？我买通了帐外的突厥护卫，打探到了消息。据护卫说，苏明只求盛典出乱子，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只求搅局？苏明原话是，别搞太大。这倒奇了，苏明若只想对付你，何必勾结突厥？随便找个由头弹劾不就行了？除非突厥人另有图谋，苏明只是被利用了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多禄要布防图，而且第3夜有大动作，特让你别往玉座那边凑。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盛典，那是皇上。是突厥文的密信，原来他们要在3日后动手。第3夜，随主登台观礼，死士200混入人群，相见微好，四面合围。事成这大隋群龙无首，
铁骑可长驱南下。大人，查实了，我翻到了一封密信，盛典第3夜动手刺杀皇帝。啊！他们真敢弑君！信上还提到，已在城外布置死士200，只等盛典当夜，皇上登台观舞，便呼入人群行刺。从头到尾，他们的目标就不是盛典。那咱们现在就禀告圣上，取消盛典。不行。为何？多禄只是棋子，幕后还有启明可汗。若打草惊蛇，突厥人缩回去，日后再卷土重来，防不胜防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将计就计，让他们以为计划顺利，到时一网打尽。可若有闪失，圣上有个3长2短，所以不能有闪失。这一局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李将军，事态紧急，我长话短说。突厥那边有动作。说，他们准备了死士，200死士要混进盛典，最好能探查出他们的入城方法。沈明珠会想办法探多禄的口风。那明面上的防卫不能动，不能，但暗中要在玉台四周埋伏精兵。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都是此刻可能突进的方向。使节大人，盛典在即，你要的布防图我给你弄到了，但合作讲究对等，你总得让我心中有数。说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你说第3夜有大动作，我需要知道动静有多大，才好安排自己人的位置。沈姑娘多虑了，你只需记住，那夜东门会很热闹。东门，贡品车队从东门入场，届时人多嘈杂，机会自然就来了。识时务者，自然懂得避开是非之地。你若明白这个道理，今日便还能平安离开。查到了，刺客会混在贡品车队里，从东门进场。东门，东门离玉台最近，贡品车队又不必严查，好算计。我再调20人埋伏东门，务必隐蔽。多禄生性多疑，稍有异常便会察觉。这2日你继续稳住多禄，别让他起疑心。明白。一切就绪，只等开幕。多禄使节，盛典在即，我来与你再确认一下安排。苏大人费心了。贡品车队的事我已打点妥当，这次运进城的货物比原定多了1倍，关卡那边不会细查。苏大人果然手眼通天，多禄佩服。我替你开了这么大的方便之门，你那边可得按计划行事。苏大人放心，我突厥人最讲信义。多禄使节，你我合作至今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。苏大人请讲。你要那么多货物进城，真的只是皮毛盐铁？我的人查到，那些车厢有铁器的味道。苏大人多虑了，你我合作多时，多禄岂会不知轻重？如此便好，事成之后，你我各取所需。那是自然。大人慢走。苏普月大驾光临，下官有失远迎。李大人不必多礼，老夫奉圣命先行抵达张掖，为御驾亲临做最后检视。大隋皇帝敕，朕御驾
将于盛典开幕当日抵达张掖，届时亲临观礼，着尚书左仆射苏威为先行官，提前抵达，检视盛典筹备事宜，凡有疏漏即可禀报。盛典期间，一切以安稳为重，若有差池，严惩不贷。钦此。臣等接旨。吾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李大人，圣上对此次盛典寄予厚望，老夫此来便是要亲眼看看你这筹备工作究竟做得如何。恭请大人检查。说吧，那边进展如何？一切顺利，侄儿已与他谈妥。盛典上制造混乱，让李小白担个失职之罪。他要什么好处？不多，就是想多运些货物进城。侄儿已打点好官抢，让他的贡品车队比报备的多了10几辆。多运货物？他运的是什么？多洛说是过冬物资，草原上冬天难熬，皮毛牛羊换不了几个钱。他想趁盛典多运些盐巴、茶叶、铁器回去。叔父放心，不过是些寻常买卖，突厥人逐利，咱们给他行个方便，阿体咱们办事各取所需罢了。突厥人穷惯了，贪些小利倒也正常。侄儿也是这么想的。多禄再狂，也不敢在大隋地界闹出大事。他不过是想借盛典捞一笔，顺便帮咱们对付李小白。盯紧他，别让他闹得太过。只要李小白担个失职之罪便可，其他的不要节外生枝。叔父放心，侄儿醒得。夫君歇一歇吧，这几日你茶饭不思，人都瘦了一圈。苏威亲自来当先行官，是不是很棘手？他名为检视，实为找茬。什么？这几日怕是不得安宁。苏威老谋深算，有他在，只怕有节外生枝。唉，他倒还好应付，账目工程都经得起查。只是突厥人要在盛典上行刺皇上。什么？我已与李靖将军暗中布置，只等他们动手时一网打尽。那你呢？刀剑无眼。我会小心。夫君，我怕。放心，李将军会派人保护我，一有危险，我第一个跑。没正经。夫人，我答应你，一定平安回来。大人可知这胭脂山为何被选为盛典之地？愿闻其详。700年前，汉武帝遣霍去病出征河西，大破匈奴于此山之下。匈奴人仓皇西遁，留下一曲悲歌：失我祁连山，使我6处不凡兮；失我胭脂山，使我家父无颜色。胭脂山，匈奴人心中的圣山。传说山中盛产一种红花，可知胭脂。匈奴女子以此装扮容颜，失去此山，便是失去了美丽与尊严。自霍去病之后，河西归汉，丝路畅通。陛下选此地举办万国盛典，正是要向天下宣告大隋成汉之威，四海归心。700年前，霍去病在此扬汉家军威；700年后，我大隋在此迎万国来朝。这胭脂山注定要被载入史册。你看，好气派啊！真是威风。官封行殿，这便是传说中的官封行殿。繁华背后，杀机暗藏，我定会守住这一切。方120步，高4丈2尺，可容纳侍臣数百人。1400年前的古人，竟能造出如此精妙的移动宫殿。霍去病的铁骑曾踏过这片土地，
张骞的驼队曾穿越这片走廊，如今我站在这里，见证又一个辉煌时刻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大隋皇帝敕：今四海升平，万邦来朝，朕亲临胭脂山，与诸国共襄盛举。凡归顺我大隋者，皆为兄弟之邦，通商互市，永结友好。钦此。高昌苑县西域千里之地，永为大隋藩属。奉上波斯玛瑙杯，祝陛下万寿无疆。于田献上羊脂白玉，祝您福寿安康。契丹良马，愿为天朝御用。李大人，突厥车队比报备的多了10几辆。可看新车上装的是什么？这车厢遮得严实，看不真切。但属下瞧见有10几辆车的车辙压得极深，像是有着重物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打起12分精神，从现在起，死每一个突厥人。是。这用的是什么燃料？颜色竟如此鲜艳。河西特产的矿石燃料，日晒不退，水洗不掉。好，我要订100匹，运回波斯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此乃丹霞玛瑙，产自张掖七彩丹霞山中，天然形成，独一无二。这一支50贯，50就50，我全要了。这衣裳好看，卖不卖？这是我自己穿的。诸位客官，这是玉固族盛装，乃我河西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，展架上还有现货。河西的珍宝，终将通过这条路传遍天下。这是何物啊？此乃甘州名吃搓鱼面，因形似小鱼而得名，口感筋道爽滑。这浇头用的便是高台辣椒，配上羊肉臊子，最是开胃。香极了。妙，面如游鱼，辣而不燥。我于前从未尝过这等美味，再来一碗。来一碗，我也要一碗。我也再来一碗。来喽，热乎的面条。那是突厥人，他们去东门做什么？小翠，你盯着这里，别出乱子。是，小姐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事没那么简单。那2个狐步伐轻盈，绝非普通随从，必须搞清楚他们的目的。那是狼头印密线，难道他们想在甘州城内动手？李爱卿，这宴席可有讲究啊？回陛下，此乃手抓羊肉，选用祁连山下滩羊。此羊食高山牧草，饮冰川雪水，肉质鲜嫩，肥而不腻。此乃山丹米酒，以山丹黄米古法酿造，发酵100日，醇厚绵长。诸位，请。此乃杏皮茶，张掖杏子，皮薄肉厚，晾晒熬煮而成。生津解腻，最宜佐餐。手抓羊肉、山丹米酒、杏皮茶，皆是河西风物，却道道用心。陛下圣德所致，臣不敢居功。不必谦虚，待回京后，朕自有封赏。封赏？陛下，老臣这几日见是盛典筹备，确实处处用心。若有不周之处，还望诸位直言，我大隋定当改进。苏仆夜既然问起，在下倒想请教李大人。直接讲。其一，
我突厥使团100余人，却被安置在城东驿馆，而高昌、龟兹使团不过30-40人，却住在城中官驿。不知这安排是按人数还是按亲疏？使节有所不知，城东驿馆虽远，却是张掖最大的驿馆，独院3进，马厩宽敞，专为贵国骑兵所设。城中官驿虽近，却无处安置突厥使团的300匹军马。其二，今夜宴席，未到波斯使节席位在东侧上首，而我突厥席位却在西侧，莫非在大隋眼中，突厥不如波斯尊贵？使节明鉴，席位安排1周里，东为兵卫，西为主位。突厥与我大隋世代交好，情同手足，故以主为相待。波斯远道而来，以兵为迎之，此乃尊突厥，非亲突厥。李大人博学，我今日方知此中讲究。好，李爱卿思虑周全，朕甚欣慰。李大人果然滴水不漏，老臣佩服。来，敬李大人一杯。此批蜀锦共500匹，会使若诚心要，可再让1成。500匹太少，我要1000匹，价钱好商量。好说，好说。此茶清香扑鼻，回味甘甜，我于田从未见过这等好茶。此乃江南新茶，一山泉水冲泡，最是提神醒脑。我要300斤，用上等和田玉换。多谢。这马好，是大渊良驹，比大宛良驹还好。此乃突厥汉庭专供的战马，日行千里，夜行800。哎呦！我出300匹丝绸，我出500匹，外加100斤茶叶。我出，我也加。我的都有都有，我带来的马足够。我也要。这趟来得值，太值了。裴举已将贸易账目呈上，2日成交，竟超预算3倍。李爱卿功不可没。此乃陛下圣德感召，万邦归心，臣不敢居功。哈哈，你倒是谦虚。来人，赐酒。明夜玉台观舞，乃盛典压轴，爱卿务必办得妥当。臣必不负陛下所托。微臣告退。盛宴压轴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。阅兵大典开始。这有多少人？少说也有万人。不动如山，这便是才这个时代无敌的重步兵。其疾如风，其绪如林。中原兵法果然名不虚传，怪不得突厥quân10万大军一战而灭。这才是大国气派。好，好马，这是什么马？此乃山丹马。祁连山下有山丹军马场，自汉武帝时
便在此牧马养马。至今700余年，此马耐寒耐苦，日行1000里，夜行800。这些马比我突厥寒挺的战马还要雄壮。若能买到几匹山丹马种运回草原，这一趟来得太值了。铁骑营恭祝陛下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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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马，好兵！哈哈哈哈哈！此乃大隋之威，山丹金马，天下无双。传旨，赐李将军山丹2具10匹，以彰奇功。末将谢陛下无恩。首领，隋军铁骑如此精锐，那些山丹马比咱们寒挺的战马还要神骏。怕什么？马再好，也要看谁来骑。他们再精锐，也挡不住我们的刺客。啊，好香啊！哈哈。这是何美味？竟如此香！草民不知陛下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陛下恕罪。回陛下，此乃山丹名吃炒波拉。炒波拉，这名字倒是有趣。相传此菜因烹制时铁铲在铁板上波拉波拉作响而得名。用的是新鲜羊杂，配以高台辣椒爆炒，香辣爽口，最是下饭。羊肚的纹理清晰可见，鲜红的高台辣椒在油光中显得格外透亮，闻着倒是诱人。陛下，这边吃食恐有不解，也去尝尝。奴才遵旨。回陛下，此菜香而不膻，辣而不燥，羊杂脆嫩爽口，滋味甚佳。哈哈哈哈！呈上来，请陛下品尝。妙，鲜香味美，回味无穷。朕尝遍天下美食，这炒波拉倒是头一回吃。没想到边陲之地竟有如此美味。陛下，张掖地处河西走廊，东西商旅汇聚，南北风味交融。这炒波拉看似寻常，实则融合了西域香料与中原烹饪，正是丝路文化交汇的见证。说得好，这炒波拉朕甚是喜欢，赏你10贯钱。谢陛下。文物展区珍品无数，光彩夺目。陛下，此乃龟兹国宝五弦琵琶。琴声紫檀，罗钿镶嵌，音色空灵，世间仅此一把。妙，当真是天籁。陛下恕罪，这掌柜之间间距实在太窄，臣不过侧身而过，便撞上了琴架。如此布置，稍有不慎便会出事，不知是何人负责？陛下息怒，此事说来也怨不得多禄时节。李大人，老臣知你尽心尽力，此事也非你本意，只是龟兹国宝毁于一旦，龟兹使节痛心疾首。若因此事引发两国纷争，
此事若传出去，只怕有损我大隋待客之道。陛下，以老臣之见，李大人既是盛典督办，理应担责。不如由李大人代表大隋向秋瓷赔偿此情，既全了秋瓷颜面，也显我大隋待客之诚。好狠毒的计策！我若赔偿，便是承认不斩有过失，日后追究起来，这失职之罪便坐实了。赔偿？此情300年传承，岂是银钱能赔的？分明是突厥人有意挑衅。什么通道狭窄，我方才走过，3人行绰绰有余。我秋瓷与突厥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毁我国宝？哼！一把破琴而已，值得如此大惊小怪？秋瓷使节莫要血口喷人！你说什么？且慢！陛下，臣有一法，或可化解此事。讲。老先生，此情身尚在，只是琴颈断裂，螺钿崩落，并非无法修复。此琴工艺繁复，修复不易啊。此次盛典，秋瓷使团可有随行工匠？有一位随行。甚好。此次盛典，各国农工巧匠云集。秋瓷有制琴名匠，大隋有乐坊乐工，波斯有镶嵌高人。若3国工匠联手修复此琴，不但能救回国宝，更能在万众瞩目下展示各国精湛工艺。老先生，此琴若修复成功，便是3国匠心的结晶。届时天下人都会知道，秋瓷制琴工艺何等高超，连断琴都能起死回生。可以一试。不止于此，臣提议借此机会增设工艺展演环节。哦，届时各国使臣皆可展示本国的奇珍异宝、独特技艺，让各国工匠当众展示绝活。秋瓷的制琴，波斯的镶嵌，大隋的漆艺各显神通，岂不美哉？妙极！我波斯工匠的镶嵌技艺，正愁没机会展示。我于天的玉雕也可以展，我的宝物也可以展。好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变坏事为美谈。李爱卿此法甚妙。好。这琴颈拼接竟看不出一丝痕迹，秋瓷乐器果然名不虚传。哇！秋瓷琵琶，我要订10把，空侯臂力，各来20件。这订单也太多了。大人妙计，一场风波竟成了秋瓷乐器的活招牌。酒香也怕巷子深，好手艺得让人看见。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哈哈哈！妙哉，妙哉！大隋大计，当真鬼斧神工。秋瓷乐热烈奔放，鼓点如雷；西凉乐苍凉悲壮，羌笛呜咽；印度乐神秘空灵，舞阶身姿婀娜；朝鲜乐清雅端庄，歌声如诉。各国音乐轮番上演，异彩纷呈。九部合奏，天下大同，此等盛情，此生难忘。四海一家，正是朕之所愿。果然有意。传令下去，各处暗哨提高警戒。是。寓所周围再加1层人手。好，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对劲！呼叫！
快来人护驾！随主受死！休想！狠刀！明珠，我没事，护着皇上。给我杀！来人，快传太医！这是突厥人，多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都退开，否则我杀了他！大胆！给我让开一条路，否则……多禄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陛下要杀便杀，只是有人比我更该死。何人？若非苏明大人替我打点关卡，放我的人混入城中，我岂能得手？什么？胡说！我不认识你。哼，不认识？苏大人，你当初派人盯着我的车队，还派人去打听我的底细，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想留后手防着我，我又岂能不留后手防着你？哼，这是苏大人的亲笔信，让我配合行事，事成之后共享其利。陛下若不信，尽管来查。苏明，是你的字迹。陛下饶命！这都是多禄设计陷害，朕只想对付李小白，真没想过要害陛下呀！都是叔父的主意，叔父说只要圣典出了乱子，就能扳倒李小白。朕真的不知道突厥人要行刺啊！陛下明鉴，老臣冤枉，老臣从未指使苏明与突厥人勾结。没有指使，那这共享其利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臣有误奉上。此乃盛典筹备期间，七司克扣银两的详细账目，每一笔出入皆有凭据。好一个规矩！苏卫，你跟随朕多年，朕信任你，倚重你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朕的。陛下，老臣糊涂。来人，将苏卫关押进大牢，赐苏明自裁，没收家产。陛下，饶命啊！陛下。至于多禄，来人，将多禄收押。派使臣携镇国书赴突厥，质问启明可汗，是他授意行刺，还是多禄擅自妄为？若是前者，两国兵戎相见；若是后者，让他自行处置，给朕一个交代。今夜之事不过小小作祟，已被平定。朕之盛典，岂因几个刺客而废？传朕旨意，庆典照常举行。大隋之危，岂因区区刺客所能撼动？明日诸事如旧。陛下圣明。李小白，
你早知苏威与突厥有勾连。回陛下，臣得沈姑娘密报后有所察觉，但当时只知苏威想借突厥搅局，不知多路暗藏杀机。待查明真相，已是千钧一发。臣只能与李靖将军暗中布防，将计就计。苏威跟随朕多年，竟为一己私利做出这等糊涂事。若非你们早有防备，罢了。李小白，你有功，待盛典结束，朕自有封赏。臣不敢居功，全赖陛下洪福。昔日权倾朝野，如今也不过是个阶下囚。哟，寒门小子，你赢了！老夫在朝堂经营20年，一招败在你手里，你高兴了吧？苏大人，我从未想过要斗倒谁。没想过？你处处与我作对，拉拢胡商，收买人心，暗中布防，哪一步不是冲着我来的？苏大人，那些不是冲着你，是为了把盛典办好。办好又如何？朝堂之上，世家盘根错节，你一个寒门小子能撼动什么？我从未想过要斗倒谁。那你想干什么？我只想让这条丝路多通几年，让商队多走几趟，让边民多过几天安稳日子。丝路，边民。苏大人，你在朝堂经营20年，心里想的是苏家的荣华，西域的商路，谁上谁下的权谋。可你从没想过，这条丝路上走的是谁家的骆驼，驮的是谁家的货物，养活的是谁家的妻儿。您输了，不是输给我，是输给自己的格局。李小白，你真以为自己能改变什么？能改变多少，便改变多少，总好过什么都不做。此次胭脂山万国盛典，贸易兴盛，扬我大隋国威于四海。虽有小小作祟，信赖众卿尽忠职守，化险为夷。今日论功行赏，陛下圣明。大隋皇帝敕，鸿胪寺丞李小白督办万国盛典，筹划周全，临危不惧，护驾有功，擢升鸿胪寺卿，赐金100两，锦帛1000匹，良田100亩。鸿胪寺卿连升2级，寒门子弟一朝飞黄腾达。臣谢陛下隆恩。鸿胪寺主事裴举，通晓外邦风俗，居功甚伟。擢升鸿胪寺少卿，赐金50两，绢帛500匹。臣谢陛下隆恩。位少卿临危不惧，率兵护驾，斩杀刺客，力保圣公无恙，赐封号忠勇将军，宝刀一柄。末将谢陛下隆恩。河西商女沈明珠涉险探查敌情，临阵击敌，身负重伤，忠义可嘉。经国不让须眉，方河西一商，准许在张掖设立官方商号，享朝廷庇护之权。一介商女，竟得如此殊荣。民女谢陛下隆恩。封赏完毕。李小白，朕当初将盛典交给你，满朝文武都说朕用人不当，一个寒门子弟如何担得起万国盛会？
可你用事实证明了自己，朕没有看错人。李大人，您真的要走了？刘头，快起来！大家都快起来，李某受不起。大人，李大人，你是咱这辈子遇到最好的官儿，工伤有人管，工钱不拖欠，这样的好官，大人灯笼都找不到啊！好官呀！是啊，大人，大家辛苦了，李某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大人，这是弟兄们凑的一点心意。这大人穿着咱们做的鞋，走到哪儿都别忘了张掖的弟兄们呐！诸位后裔，李某铭记在心。大人保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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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重！大人保重！沈姑娘，多谢你这些日子的相助。大人客气，云珠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。李大人保重。你也是。这是河西特产的药草，路上若有不适，可用来提神。多谢。大人，一路顺风。有些路终究要一个人走，有些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。李爱卿，胭脂山盛典办得漂亮，朕很满意。陛下谬赞，臣不敢居功。爱卿可知，朕这些年最得意的是什么？臣愚钝。大运河。大运河，后世誉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。可史书上也说，正是这条运河耗尽了大隋的名利。下月，运河全线通航，朕要你策划一场通航庆典，规模不亚于胭脂山盛典。陛下，爱卿在胭脂山的手笔，朕看在眼里。这通航庆典，非你莫属。臣遵旨。我穿越到这里已经快1年了。曾经我以为凭着现代人的知识，或许能改变些什么。可历史的车轮岂是一个人能撼动的？我回不去了。那个有电脑、有手机、有空调的时代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既然回不去，就在这个时代全力以赴地活着。